上回说到，路飞和索隆乘着小船继续漫无目的的航行，途中索隆大呼好饿，路飞跳到空中去抓海鸟，结果被海鸟叼走，辗转来到一个附近的小镇子中。机缘巧合，娜美因为偷了巴基海盗团的藏宝图，被巴基的手下追杀，也来到了小岛。确认过眼神，遇上对的人，路飞第二个伙伴马上就要上船了。娜美本想利用路飞帮助自己引开这些海贼，无情拖路飞下水，没想到路飞身手高强，一拳头就搞定了这些家伙。于是娜美临时起意，想和路飞联手，给自己找个靠山。路飞感觉娜美不像好人，谢邀我走了。娜美听到路飞肚子咕咕响，于是主动提出来请他吃饭。路飞马上点头同意，大呼娜美人美心善，刚刚对你的看法其实是个误会。娜美告诉路飞，自己是专门偷海贼的小偷，先定他一个小目标，首先赚1个亿，只要有1个亿和航海图，自己也就没什么诉求了。二人闲聊过程中，路飞得知娜美是个航海士，自己的船上刚好缺一个懂得航海技巧的人，于是邀请娜美加入自己的海贼团。娜美本来很高兴，一听路飞是海贼，突然脸色大变，直接拒绝了路飞。这个世界上我最讨厌的就是海贼，我喜欢钱和橘子。娜美不想理会路飞，可是巴基已经派出所有的手下来追杀自己，自己一个人的话恐怕很难离开这个小岛。他灵机一动，决定最后再卖路飞一次。娜美告诉路飞，如果你答应和我去见巴基，我就可以考虑你的建议。路飞自然很高兴，娜美用绳子将路飞捆了起来。路飞一脸懵逼，娜美说只是一条绳子而已，有问题吗？路飞大度一笑，无所谓，反正我也想去见见海贼。娜美的算盘打得很响，把路飞作为人质交给巴基，然后自己奉上航海图，就说自己与老大谈崩了，现在则两目而栖，投靠巴基，然后自己再找机会偷回航海图，顺便把巴基的财宝洗劫一空。巴基果然很蠢，他和路飞2个人简直拉低了海贼的智商，丢尽了海贼圈的面子。听说娜美要加入，巴基很高兴，命令手下把路飞关了起来，然后为娜美举行欢迎宴会。对于路飞来说，被关起来无所谓，被绑起来无所谓，但是看着宴会上的大块肘子肉吃不到嘴才是最大的惩罚。巴基喝得开心，让手下推出自己的秘密武器巴基炮弹。这个看似普通的大炮威力非常猛，一颗就轰掉了一条街。巴基看着被夷为平地的街道很满意，凭借着巴基炮弹和自己的果实能力，一定可以称霸伟大航路。路飞平静地说，称霸伟大航路的人是我，我是要成为海贼王的人。巴基差点笑喷，别以为你戴着和我死党一样的帽子就以为自己很牛逼，看来你是没挨过社会的毒打。巴基让手下将大炮对准了路飞，然后把火柴交到娜美手上，命令娜美干掉路飞，算是加入自己的投名状。娜美害怕了，这不相当于逼着自己杀人吗？如果不动手，自己就会被杀；如果动手，自己就和海贼之流一样了。周围的人在跟着起哄，催促娜美点燃大炮。娜美犹豫不决，迟迟不肯动手。一个小弟看不下去了，抢过娜美手中的火柴，刚要点燃引线，娜美突然掏出一根棍子，将那个小弟一棍子闷倒。路飞喊道，现在才想起来救我吗？娜美说，狗屁，海贼杀了我最亲近的人，我可不想成为残忍海贼的一员。巴基招呼手下们干掉娜美，而这时大炮的引线不知为何被点燃了。娜美一面要应付巴基的手下，一面奔过去，徒手握灭了引线上的火焰，疼得娜美惨叫一声。好在关键时刻，索隆终于找了过来，只用刀鞘就拦下了这些混混。巴基的手下们一听到索隆的大名，吓得一动不敢动。索隆准备救了路飞后离开，巴基在后面叫住了索隆。海贼猎人索隆，你是来取我脑袋的吗？索隆表示没什么兴趣，我已经不干海贼猎人了。巴基笑了，我对你倒是很有兴趣，只要干掉你就可以出名了。巴基非要和索隆挑战一下，索隆直接一刀给他砍了。这是索隆出场第一次轻敌，本以为巴基是个青铜，没想到他是个王者。4分5裂果实让巴基不为任何刀剑，趁着索隆转身收刀，巴基用匕首将索隆刺伤。路飞大骂巴基卑鄙，扬言自己一定要把他揍飞。巴基哈哈大笑，你都自身难保了兄弟。路飞比巴基笑得还要大声，他让索隆跑路，自己对付巴基。索隆一下子就明白了路飞的意思，举起大炮将炮口指向巴基一伙。娜美点燃了引线，轰隆一声巨响，烟尘四起。索隆趁着爆炸，直接把笼子举起来，拖着路飞逃离现场。在城镇里，路飞3人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大叔和一个奇怪的狗子。狗子吞了笼子的钥匙，还和路飞干了一架。大叔自称是镇长，他看到索隆身受重伤，提议带他去看医生。索隆表示睡一觉就好了，于是镇上大叔给索隆找了一张床。
狗子的主人是这家宠物店的老板，3个月前因为疾病去世了。镇长和这个老板是好朋友，于是代替他照看他的狗子。这狗子一直在守着这个宠物店，似乎在等待主人归来。镇上大叔正在和路飞闲扯，巴基手下的驯兽师小哥骑着一头蠢狮子上门寻仇。路飞正为自己无法脱离笼子而苦恼，蠢狮子一爪子就把笼子给抓碎了，这可是帮了路飞大忙。路飞获得自由身，大家自然得心应手。巴基一伙在这个城镇臭名昭著，镇上大叔很好奇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，来这里做什么的？为什么会招惹到巴基那伙人？路飞说，目的我刚刚才决定，就是为了得到航海图和航海士。驯兽师和狮子去找索隆寻仇，路飞紧跟着追了过去。狗子为了保护主人的宠物店，和狮子大战一场，结果被揍得满身是伤。驯兽师还烧了宠物店，给自己的狮子抢了一包狗粮。这时路飞追了过去，一招橡胶头锤把那头蠢狮子干翻。驯兽师吓傻了，连忙道歉。路飞冷冷地说，你不用道歉，那只狗子守护的宝贝宠物店再也回不来了，今天我就要揍你。路飞一把揪过驯兽师，一拳头直接把他打得昏死过去。娜美看着被烧成一片废墟的宠物店和蹲在门口的狗子，愤愤不平。天下海贼一路货色，都是轻易夺走别人东西的强盗。他这样想，自然也把路飞归入其中。他告诉路飞，既然你是海贼，就一定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干脆就在你找些伙伴去袭击别人之前，在这里先杀了你。娜美冲向路飞，路飞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镇长大叔跑过来拦住娜美。路飞说，你怎么可能打得过我？说完，路飞不再理会在旁边叫骂的娜美，径直走到狗子面前，把半盒狗粮放在狗子旁边。他说，我只抢回了这个，其他的都被那家伙吃光了。狗子叼起狗粮离开了。走了几米后，狗子突然停下来，对着路飞叫了几声。路飞笑着说，你也要加油啊。路飞的表现突然让娜美冷静了下来，她对路飞的看法发生了一丝转变。待平复了心情之后，娜美主动找到路飞道歉。路飞无所谓地说，你大概也有你的理由吧。另一边，驯兽师去找老大巴基申冤。巴基一听自己的得力干将被揍了，气不打一处，命令手下搬来所有巴基炸弹，准备摧毁城镇。嚣张的巴基惹火了路飞和索隆，两人与镇长大叔一起去找巴基算账。路飞许诺娜美一定会找回航海图，并再一次邀请娜美当自己的伙伴。娜美说，我是绝对不会和海贼为伍的，不过如果为了各自的利益寻求合作，还是可以的。镇长大叔嚷嚷着要和巴基比试一下，路飞直接将镇长大叔打晕。这人太碍事了，要是放任不管，他一定会去送死的。拖后腿的镇长大叔退出战场，路飞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动手了。巴基让手下推了大炮，瞄准路飞，发射一枚破坏力极强的巴基炮弹。路飞猛吸一口气，身体变成了一个气球，将巴基炮弹给弹了回去。巴基的杂耍海贼团第2员大将参谋长杂技演员卡巴吉提刀冲过来，直接挑战索隆。索隆表示，我苦心钻研这么多年的剑术，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专治各种不服。卡巴吉吐出一团火焰，直接喷在索隆的脸上，接着一脚踢中了索隆受伤的地方。卡巴吉又利用烟尘做掩护，再次偷袭成功，将索隆打倒。娜美催促路飞去帮忙，你还眼睁睁看着你的同伴被杀死。路飞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紧紧盯着索隆。虽然相识时间不长，但凭他对索隆的了解，这个家伙是个硬汉，绝对不允许别人插手他的战斗。果然，索隆顽强地站了起来，躲开卡巴吉的一刀，转过身，杀气腾腾。下三滥的招式玩够了吧？就让我来告诉你，你我之间的实力差距。眼看索隆和那个玩杂技的就要打起来了，路飞在一边加油打气。娜美趁机溜走去找财宝了。那个路飞和绿头发都太不正常了，跟他们混一起准没好事。卡巴吉丢出一大堆的陀螺来干扰索隆，接着骑着共享单车跳上空中，打出一招从天而降的刀法。巴基在后面使坏，路飞一脚将巴基的手给踩住。索隆的战斗你不要插手。卡巴基不服，自己不用靠着船长的帮忙也能打败著名的赏金猎人索隆。索隆表示，你既然想死，我就成全你。说完迎头就是一刀，巴基手下第1杂技演员卡巴吉就此败北。接下来轮到路飞单挑巴基。巴基一听路飞说要去伟大航路，鼻涕泡差点笑出来。伟大航路可不是你这种无名小卒想去就去的地方，你这种小屁孩去了能干嘛？观光吗？作为海贼界的前辈，巴基这话说的还是有分量的。路飞说我要当海贼王，巴基惊得差点把脖子扭断。要当上海贼王找到大秘宝的是本大爷，小屁孩靠边站好吧。路飞摆出作战姿势，巴基掏出匕首。他早就看路飞的帽子眼熟，但是他并没有把这种无名小海贼和罗杰红发联系在一起。
他说：“我一看到你这顶帽子，就想到那个男人，气不打一处来，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红头发男人。”路飞吃了一惊：“你认识红发香克斯吗？”巴基笑道：“说认识也认识，说不认识也不认识，我可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。”两人激烈交手，因为他们吃的都是逗比属性的果实，所以打起来会有戏剧性。路飞本来抱着玩乐的态度和巴基打架，但巴基的飞刀将路飞的草帽划伤，路飞立即火了。巴基似乎故意要激怒路飞，用3把飞刀直接刺穿了草帽，这一下可把路飞彻底惹恼。巴基嘲讽道：“宝贝，宝贝指的是金银财宝，这种破草帽算什么宝贝？”路飞怒道：“这是我和香克斯立下誓约的帽子。”巴基一愣：“香克斯的帽子，怪不得看着眼熟，那家伙总是戴着这个帽子在我身边。”原来香克斯和巴基曾经是一条船上的伙伴，看过后面剧情的小伙伴都知道，他们是罗杰海的船上的见习船员。从前两人的关系非常要好，但因为某些原因，巴基对香克斯恨之入骨。用巴基的话说，香克斯是自己唯一绝对无法原谅的家伙，我要诅咒他一辈子。下一期我们来看红发香克斯与巴基之间的爱恨情仇。小伙伴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